大家好，我是小鱼儿。今天我为大家做一道日式传统家常料理——土豆烧牛肉，日语又叫尼克加嘎。今天我们来做关西做法。这道菜在日本男士称它为妈妈的味道，婚前的女士也把它作为出嫁的必修菜。由于这道菜做法简单，营养均衡，味道醇厚，吃起它就是家的味道，带着家的温暖。接下来我们看都需要什么材料。首先有肥牛、土豆中等大小4到3个，洋葱1个，小葱少许，胡萝卜1根，魔芋丝2盒。需要用到的调味料有油、酱油、料酒和白糖。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怎么来完成这道菜。经过清洗后的材料是这样的：土豆我切成了一个土豆分为4份，尽可能大一些，这样口感会更好。胡萝卜我切成了1厘米厚左右的圆片状，这样的话呢，一个是吃起来，因为胡萝卜太大，有的小孩子可能不会喜欢，或者家里人有的很多不喜欢吃胡萝卜，尽可能减少它的存在感，所以切的稍微薄一点。然后呢，这个洋葱切的是大约1厘米多一点，这样的条状。洋葱如果切得过于细的话，因为它有大量的水分要释放，做到菜成的时候可能就看不到洋葱的样子了。魔芋丝呢，不需要做太多的处理，就是把水沥干洗净就可以了。牛肉不必多说了，买这种现成的已经切好了的牛肉片儿，做起来会非常的方便。我建议大家买的稍肥一点，这样做出来的这道菜口感更好。小葱是最后用作装饰用的，就切成葱花状就可以了。以上就是要做这道菜之前的材料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下锅了。先将锅里倒入油，油温不必太高，中等温度就可以。我们看一下这油温，然后将所有牛肉都倒在锅里，这时候的火尽可能用稍微强一点的火，中火到大火。因为我们的这个牛肉是买的冷冻的牛肉片儿，可能在炒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多的水，你不必太在意这个水，因为在做的过程中，土豆还有胡萝卜还有魔芋丝就会把这个水分给吸收掉，
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看上去可能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，不必太在意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能买到更干一些的牛肉片，那就更好了。如果在日本的话，做这道菜的话是不会出现这么多的水的。但中国的这样的牛肉片一般都是这种冷冻的比较多。牛肉炒到没有血色了，看上去没有血色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放洋葱。接下来我们把洋葱倒到牛肉当中，大家就会看到这个牛肉的水分越来越少了。洋葱呢，尽可能让它这个片儿，因为它是切的时候，它本身它有这种粘稠性、粘度，它会粘在一起。你可以用筷子给它分开，这样保证呢，洋葱的每一片儿都能吸收到这个牛肉的味儿。大家会看到这里面的水越来越少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火调到中等偏小。接下来我们把土豆和胡萝卜一起倒入锅中。然后这时候再把火调得稍微偏中等。然后把魔芋丝也倒到锅里，土豆烧牛肉这道菜听起来感觉好像要放油，然后再要烤制，是这样一种感官。但实际上很多的日本菜，它油放的很少，基本上以炖，就咱们讲就是以炖或者水煮这样偏多。所以这道菜看上去其实也不是很油腻的一道菜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把料酒加到里面，然后再加入白糖。这个白糖你可以选用白砂糖，也可以选用绵砂糖。总之呢，只要是糖，白砂糖、绵砂糖都可以替代。如果你喜欢放冰糖也没有关系。糖的作用会让牛肉变得比较软，而且还能够锁住水分。最后一道调味料是酱油，这个酱油选择的是生抽，酱油的比例大约是料酒比例的2倍，也就是
料酒和酱油的比是1:2的关系。当然，这个不是绝对的，因为土豆啊，还有洋葱啊，还有胡萝卜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。你可以在做的过程中尝试一下。如果觉得酱油的量不够，可以再增添一些。这些都是灵活的。在炖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把火调到中小，然后盖上盖子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休息了，把权力交给这口锅。经过10多分钟的煮沸，这道菜基本上接近完成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时候呢，我们需要把火稍微调得小一点，调到中等程度就可以。然后把盖子掀开，让锅里的水分蒸发出去一些。我呢比较喜欢吃这种非常绵沙的感觉的土豆，所以我会用筷子看到这个土豆是不是做熟了，是不是到了我需要的那种程度，我会用筷子扎一下它。大家看到了，这扎的过程当中，一扎这个土豆就1分为2了。可以看一下这里面，到这种程度了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用这个火稍微调得急一点，让这个水分再蒸发出去一些。不必用筷子，就是说过分的翻炒，就让它保持出这样原来的这个状态就可以。好了，可以关火了。好啦，这道日式的土豆烧牛肉就做好了。把它盛入盘中，上面再点缀一些小葱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，看上去很有食欲。有了这一道菜，就解决了一顿饭。谁能说这不是家的味道呢？いただきます。那我开吃啦。就算全世界离开你，还有一个我来陪，怎么忍心让你受尽冷风吹？